开始当然引起大家许多的一些关注哦。那我们刚一开始提到了整个外交的这些抵制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在赛前包含在赛中，甚至大家有人在讲说，包含赛后会不会都有一些持续的因为这个议题延烧而做的一些角力哦。大家就很好奇说，美国在这一次带起这个所谓的北京奥运的外交抵制那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那以中国这么爱面子的状况之下，这个从过去甚至我们在预想在未来的部分可能会做哪些的反制我们请教一下胡老师，您怎么看呢？这次北京冬奥，我知道大家知道是以美国为首发起的这个外交抵制那么除了美国，还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立陶宛。这几个国家是正式宣布对北京冬奥外交抵制，还有一些国家呢，他们也表示不派出官方的代表团出席，比如日本，他们也宣布不派官方代表团，他们没有直接说外交抵制，但是当问到情况的时候，他们就特地谈到了中国的人权的问题，所以实际上隐含了同样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呢，在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抵制是发生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为当时苏联侵占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呢就呼吁对莫斯科奥运会进行抵制，当时有60多个国家参与了抵制。那一次抵制呢，它是个全面的抵制，不单是不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而且运动员也不出席那么到4年之后，1984年。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那苏联呢也如法炮制，也对洛杉矶奥运会进行了全面抵制，有10来个国家共同参与。不过自那次2次全面抵制之后呢，各方检讨利弊得失，就认为呢，不派运动员出席，这种做法不太好，因为运动员的运动生命，他的运动的巅峰期很短。而奥运会呢，4年才一次，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错过了一次，你可能就永远错过了。所以运动员不出席呢，那对运动员来说损失太大，所以以后就采取的就是抵制，那变成外交抵制，运动员出席，但是呢，政府不派代表团去。那么就比如上次2014年，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美国呀、德国呀、法国这些就都没有派这个官方代表团出席那么这次这个美国发起的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它的规模呢，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上一次2014年对俄国索契冬运会的这个抵制那么对这个问题，北京方面当然也做了很多的反应但是他北京的反应呢，显得比较滑稽。就是他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就说这是把体育运动这个政治化违反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奥林匹克的宪章其实也明确的有人权方面的承诺，他们坚持是在体育活动在政治上中立，但是要承诺这个遵守人权的原则所以它并不存在一个把奥运会政治化的问题。那尤其是你说奥运会政治化，这个把抵制称之为把奥运会政治化，把体育活动政治化，违反奥林匹克精神，这一类的批评出自中国政府之口，就显得格外滑稽。因为正是中国政府在1980年也参加了美国发起的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那当时中共官媒还发表文章专门驳斥。抵制奥运会，并不是把体育活动政治化，并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还特别提到了1936年那个柏林奥运会，当时人们世界各国没有有效的抵制，就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引以为戒。所以你说你现在你当年都对于抵制奥运会它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嘛？怎么你现在又翻过来又说另外一套话了呢？
另外呢，当然他也这个中国政府也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实际上这个奥运会，你们抵制，你们不派外交人员这个官员来根本无所谓啊，对奥运会没有人会在意，所以对奥运会没有任何影响啊。可是与此同时，几乎就在同一次发言中，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又说对美国这种抵制提出抗议，而且甚至扬言要进行反制。你要是不在意，那你抗议什么呀？那你反制什么呢？那显然你一定是在意，一定是知道是个事情，你才会去抗议嘛，你才会去反制嘛。事实上这一点呢，中国政府自己也很清楚。就在2014年那次一些西方国家抵制俄国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新华社专门发表文章就讲说这个各国元首、外国元首参加一些国际盛会的开幕式，这是个惯例是一种惯例。但是呢，这个他们参不参加、出不出席，常常会释放出一种政治信号那简而言之像这种活动，如果你的外国元首某个外国元首他不来参加，那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不捧场。所以这是新华社文章自己说的，所以他很明白这个外交抵制的意义何在，就是不捧你的场嘛。而且这里呢，就传递出一种信号：我为什么不捧你的场那总是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传递这么一个信号。你看这次，你不管各方面的反应，大家都很清楚。他已经很清楚地传达出民主国家对中国政府压制人权方面这种做法的批评和反对的态度这个信号已经非常清楚地传达给全世界，包括传达了给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你看大陆老百姓他自然会关心呢，这个开幕式怎么没见这些重要的西方国家元首出席呢？你看2008年的奥运会，那不是那时候小布什不是也出席了吗？那时候世界各国的领袖几乎全部出席，怎么这次那些重要国家领袖来的这么少呢？那自然会提出这个问题。那一打听，原来是人家是因为批评中国政府的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那么它自然会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等等等等所以这种抵制它的效用，那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你确实它并不禁止运动员出席，这也是为了运动员的自身的利益。你看别的不说嘛，就连俄国，由于俄国存在着制度性的这个偷服禁药的问题，所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俄国进行制裁，就是禁止他们参加奥运会。但是呢，这里所谓的禁止呢，也就是禁止你俄国的运动员以俄国国家队的名义参加，你以个人名义还是可以参加的。你像去年东京奥运会，那俄国的运动员就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那么今年这个北京冬奥会，因为还在禁止期间，所以俄国的代表队、俄国的运动员呢，依然是以个人身份来的。那就是说，开幕式的时候呢，你不能打自己的国旗，你的运动员赢得了奖牌，站在领奖台上，不会奏你的国歌，不会升你的国旗，等等等等，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次你看，那么从这个他这个中国政府这种反应，他和自己原来的态度、原来的表现，形成很尖锐的这个对比，可见他言不由衷那么至于他下来他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反制，这个一时我想他还找不出什么，他大概只能说说而已。你怎么反制呢？那无非就是你下一次人家举行什么奥运会，那你政府官员你不去，无非就如此而已。但是你要这么做，你也得找出个理由啊，你为什么不去呀？那这次这些民主国家不来，就说你的人权问题，而这个问题确实是你的一个问题你尽管自己可以否认，但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反过来，如果别人搞个奥运会你不去，那你总得有个说法呀，你能有个什么说法呢？所以这个事情你看，他们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呢，还比不上俄国政府。俄国政府包括原来的苏联政府，他们遭受过好几次抵制了，他们对抵制也当然表示相当的不满那除了在1984年搞了一次反击之外，以后就没有太多的这种事情。那他表示
那才表示我并不在意嘛啊，所以我就没有反制。你不反制才能表示你不在意这件事儿。你要搞反制本身就表明你很在意这件事儿。另外，你反制总要师出有名啊。那么在这种类似的同等性质的这个国际盛会上，你以什么理由拒绝参加？你总得给自己找个说法啊。那他其实也要相当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呢，他更大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说而已啊。以免得显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这种尴尬和窘迫，我想这是他能够做到的，别的他就其实真是做不到。